Mama told me get a job. My papa told me go to. 今天我们要来讲的是狮子座的故事。为什么要跳过巨蟹座先讲狮子座呢？因为先讲狮子座的话，会先跟大家讲一下海克力斯的背景，还有一些巨蟹座故事发生之前的事情，所以先听了狮子座会比较能衔接得上巨蟹座的故事。海克力斯他并不是天神，所以他也是跟人类一样会面对死亡。他跟其他的英雄一样，都有一个复杂的身世背景。他的诞生来自于宙斯的另外一起外遇。海克力斯的爸爸是宙斯，但是他的母亲是雅克美尼。雅克美尼就是波修斯的孙女，波修斯就是那个杀死蛇发女妖梅杜莎的英雄。宙斯爱上了雅克美尼，过了不久之后就和她生下了一个孩子海克力斯。海克力斯生下来就比其他的孩子还要健壮，宙斯就很开心，他见到人就夸奖自己的孩子多么的健壮可爱，他的前途一定不可限量，未来一定会成为一个英雄。赫拉虽然是身为婚姻之神，却没有办法阻止宙斯不断外遇。每一次看到海克力斯，就提醒了他宙斯不断外遇的状况。所以当他听到宙斯向别人夸赞海克力斯，就不禁怒火中烧，他就想要在海克力斯长大之前把他除掉。他就说，我倒要看看一个婴儿可以多么的勇猛健壮。他就把2条凶猛的毒蛇放到海克力斯的摇篮中，结果赫拉失算了。海克力斯可能是因为是宙斯的孩子，所以力大无穷，虽然只是刚出生的婴孩，他的力气却异于常人。他抓住这2只想要攻击他的毒蛇，紧紧的勒住他们的脖子。过了不久，那2条蛇就气绝身亡。海克力斯就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，沉沉的睡去，倒是吓坏了旁边看到这一个场景的大人们。逃过一劫的海克力斯从此就在宙斯刻意的保护下慢慢成长。赫拉决定按兵不动，默默等待时机。18年过去了，赫拉对海克力斯的恨意还是没有消失。他知道自己没有办法改变宙斯，只好想办法来折磨海克力斯。这个时候的海克力斯已经结婚生子，他娶了国王的女儿麦加拉。他凭什么这么幸福？我要让海克力斯痛不欲生。赫拉一直抱着这个信念，想办法找时机。他就利用麦加的父亲国王克里昂被侵略者里克斯刺杀的时候出手。海克力斯收到了天神的警告，说里克斯要伤害他的妻儿，就赶紧跑回家要保护他的家人。他杀了里克斯之后，向众神祈祷，谢谢他们通知里克斯的讯息，让他可以保护妻儿。那赫拉也在这个时候让海克力斯发疯，他让海克力斯以为里克斯还活着，让他把自己的孩子们误认成里克斯，把自己的妻子认成赫拉，让他以为假的赫拉想要谋杀自己。想当然了，海克力斯出于自保，他就杀了被误认成赫拉的妻子还有他的孩子们。海克力斯就在神志不清的状况下杀死了自己的妻儿。如果海克力斯就继续这样子疯下去的话，就不会意识到自己犯的错误，也不会这么痛苦。但是赫拉就是想要让他痛苦，所以他就把海克力斯从疯狂之中唤醒。海克力斯一醒来，发现了自己竟然犯下如此的过错，他简直痛不欲生。我是怎么了？我怎么会杀死自己的妻儿？我真是罪孽深重，到底要怎么样才能赎罪呢？海克力斯活在自责中无法抽离，他没有办法原谅自己，他像跌入深渊一样的痛苦，幸福跟欢乐离他非常的遥远。清醒的海克力斯没有办法面对这个残酷的现实，只好去寻求阿波罗的指引，希望可以理解发生在他身上的悲剧。阿波罗跟海克力斯说，只要你为尤利西斯国王服务，就可以消弭身上的罪孽，并且晋升神的行列。可是尤里西斯国王阴险狡诈，而且心胸狭窄。他知道海克力斯比他健壮勇敢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他早就想要教训海克力斯了，又加上赫拉在旁边的鼓舞，他的计划一条比一条还要毒辣。尤里西斯国王要求海克力斯完成12项艰巨的任务。他有一天把海克力斯招来，装作愁眉不展的样子说：“听说尼米亚森林有一头凶猛的狮子，它不分昼夜的外出觅食。
不只是家畜，甚至连人也不放过。那个地方已经哀鸿遍野，民不聊生，希望你可以帮我征服那头狮子。海克力斯十分吃惊，他听说过关于那头狮子的故事，对于能不能打败那头狮子他也没有把握。为什么是我？海克力斯觉得自己的能力可能也无法与那头狮子对抗，因为你力大无穷，是最适合的人选。你忘了你曾经答应我要完成12项艰巨的任务吗？这是神的旨意，你必须接受。去将他的毛皮剥下来给我。海克力斯听到是神的旨意，自然也没办法违抗，便回家收拾行李准备上路。他背着剑筒，一手拿着弓，另外一只手拿着连根拔起的橄榄树做成的木棍，风尘仆仆地前往尼米亚森林。可是他到森林了之后，他四处寻找，却没有找到狮子的踪迹。他想找个人来问问吧，这样子找下去也不是办法。可是不论他怎么找，都看不到半个人，甚至连平常的家畜，像牛羊之类的，他都看不到半只。这真是太奇怪了，难道都被狮子吃掉了吗？海克力斯一头雾水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就发现了一间小木屋。太好了，我去那里看看有没有狮子的消息吧。不过这次海克力斯还是扑了空，他心里已经有了底，知道对手不容小觑，否则附近不会如此人烟荒凉。寻找狮子多日的海克力斯走到了洞穴附近，因为好几日的奔波，他其实很疲倦了。他就在洞穴附近的草丛里面沉沉的睡着了。突然一声吵杂的声音将海克力斯唤醒，他一张眼就看到让他非常惊异的景象，一头足足有一般狮子5倍大的巨狮出现在他的眼前。他的鬃毛、头部、肩部全部都沾满血迹，眼睛发出令人害怕的锐利光芒，血盆的大口看起来可以轻易的吞下一头牛。看他不停的舔舐他的舌头，海克力斯判断这头狮子应该是刚吃饱。刚吃饱的时候是狮子警戒心最低的时候，他利用像人一般高的草来做掩护，无声无息的靠近狮子之后，咻的一声将笔直的剑朝狮子的侧腹射去。剑的确射中了狮子，但是因为狮子的皮太厚了，剑就这样弹回来掉到地上。狮子发出一声巨吼，整片森林都在震动，就像地狱般。海克力斯射出了第二箭，这一次瞄准了狮子的心脏，箭就跟上一支一样被弹了回来，掉到地面上。正当海克力斯要射出第3箭的狮子发现了他的存在，迅速的朝他扑过来。海克力斯发现了情况不对，立刻拿起放在地上的橄榄树木棍，使劲的朝狮子的头部跟颈部猛打。他知道如果他要活命的话，就必须竭尽全力的奋力一搏。不知道打了几百下，那木棍竟然咔嚓一声断了。海克力斯就只好杀红了眼，扔下木棍，跟狮子展开肉搏战。他使尽吃奶的力气跟狮子搏斗，经过一番苦战之后，狮子终于断气。海克力斯为了要完成跟国王的承诺，他想要取下狮子的毛皮，但是狮子的毛皮实在是太厚了，他又怕他在剥毛皮的过程当中毛皮有所损伤，所以他就把狮子的钩爪取下，然后用钩爪当作工具来取毛皮。回程的时候，海克力斯披着狮子的毛皮，马不停蹄的前往尤利西斯国王的城堡。陛下，海克力斯回来了，他还披着好大的狮头。尤利西斯国王听到这个禀报，他吓得从王座上跌下来。他原本以为海克力斯会在这个任务中死去，没想到海克力斯不但没有死，还凯旋而归。由此可见海克力斯的实力是多么的可怕。不行，绝对不能让他进城，尤里西斯国王这样说。海克力斯听到命令之后非常的气愤，这项任务却让他更气结。第2项任务就是巨蟹座的故事。如果想要知道海克力斯的第2项任务的话，再去听下一个影片巨蟹座的故事。为了纪念海克力斯的英勇事迹，宙斯把那头狮子的形象放到星空之中，变成了今日的狮子座，这就是狮子座的由来。那狮子座的故事和狮子座个性的关联呢，就在于狮子座的符号是公狮的形象。在自然界当中，公狮通常是狮群的中心，大家都要听公狮的指令，所以这象征着焦点和自我中心，也象征自尊、强势和王者风范。狮子座的人有一股莫名的自信心和霸气，他们敬仰强者，有着与生俱来的气势和威信。这让狮子座容易得到群体的认同和信赖，一旦有问题发生，就很容易想到人脉广又热心助人的狮子。久而久之，狮子就成了团体中的领导者。海克力斯费了9牛2虎之力才制服了狮子，这代表狮子是强大而且难缠的。如果你想要改变狮子的想法，非常不容易。因此在古代，
狮子座的人喜欢靠拳头解决问题，而到了现代，则转为热衷追求名利的特质。最后，狮子的皮被剥了下来，海克力斯把它披在身上。对海克力斯来说，这是一个面子的象征，也是一种装饰。这象征狮子座的自尊和荣誉，也可以解读出狮子座的人喜欢奢华高贵的事物。狮子座的人爱面子，是因为他非常在意别人对他的看法，会给人一种爱炫耀的形象。因为喜欢处于主导的位置，也常露出强势的气焰。那好啦，这就是狮子座的故事，希望你们会喜欢。那喜欢别忘了按赞、订阅加分享，我们下次再见啦，Ciao！ Stop stepping on my shoes.